前不久，新加坡 SQ321 航班在飞返新加坡途中遭遇气流，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，大家都非常关注。我们也做了几期节目做过解读。有些媒体在报道此事时说到3分钟骤降2000米，结合事后网上流传的一些图片视频里的机场惨状，有些朋友们看到觉得很恐怖。有朋友问，3分钟下降2000米算什么水平？可不可以说成骤降呢？对飞机的技术指标来说，往往会有爬升率这一项，特别是战斗机。比如说以前看航空知识说 F-15 的爬升率可以达到每秒250米，苏2.7可以达到每秒300米，但是下降率好像都没有咋见到过具体的指标。其实对飞机来说，影响上升下降率除了飞机自身的性能，比如气动布局、发动机推力以外，还有2个主要的因素，机体结构强度和人体的承受度。所以在民航飞行中，对客机的下降率也是有要求的。它一般用 FPM 表示，也就是每分钟多少英尺的意思。正常范围一般在1500到5000之间。据说各个航空公司并不规定飞行员最大可以采取多高的下降率，但是有空客 A320 的飞行员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超过6000，仪表就会变成琥珀色，有警告的意思。不规定下降率或许有2个考虑，一是现代化客机的自动驾驶水平很高，输入想要去的高度之后，电脑就会自动匹配下降率。另一个问题是飞行高度由空管人员掌握，通常来说，空管人员提出要求后，飞行员更改高度，飞机就会自动下降，下降率也不必管它。当然电脑的匹配也都会在合理的范围内。中国的航路都是规划好的，机场的进京路线也都有专门的程序，所以多半情况下不需要太高的下降率，只要按照空管的指挥一阶一阶的降低高度就可以了。国内的航班通常提前半小时就开始降低高度，因为下降比较早，常见的下降率在1000到2500之间。但有时候也需要手动加大下降率，比如说一些机场周围有山，在很晚的时候空管人员才同意下降高度，这时候飞行员就得将下降率弄得很大。机头向下时，如果下降率太大，速度就会增加，可能导致超速。这时候许多飞行员会使用减速板，也就是扰流板。如果乘机下降时感到有很大的噪音，并且机身抖动，那多半是因为减速板被打开了。此时下降率很大，有时候能超过4000。玩过飞行模拟的朋友都知道，还有一种办法可以不使用扰流板降低高度，而且还很迅速。手段是首先降低飞行速度，但是不低头，甚至微微抬起机头，让飞机直上直下的往下掉。这种方式肯定很危险，但下降率可以非常高。从理论上来说，这有点像自由落体，从10000米高空1分钟就能到达地面。如果真的1分钟下降10000米，那么下降率就是32800，这肯定会触发警报。现实中各位飞行员都会谨慎使用这种方式，控制飞机在低速向前的同时迅速降低高度。只要下降率不触发告警就没有问题，甚至变成琥珀色也没有问题。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下降率是怎么回事了吧？它在很大的范围内都是安全的。2000米只等于约6562英尺，3分钟下降2000米的话，下降率只有2180左右。可见这种下降率在日常乘机其实就很容易遇到，并不能称之为骤降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